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决定人生轨迹的是什么？大家可能会说，家庭、出身、教育、机遇、聪明和努力程度等等，这些都是因素，但不是决定因素，这些只是基础。真正的决定因素是你的念头，起心动念皆是因，当下所受便是果。人有三类，上者先知先觉，次者后知后觉，下者不知不觉。所以改运其实就是要善护念，要降伏其心，时时有觉知，才能改掉随身带来的陋习和障碍。所以说修行修心是苦心，因为改善心性很难，但能驾驭自己的人生就是改运。金刚经里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心不可得，就是让我们不必纠结和执着，时时觉察内心，保持灵台清明，久而久之，各种杂念也就越来越少了。佛经中有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优婆居提，一位普通的生意人。某日，他邀请了一位已证得罗汉果位的比丘到他的店里，希望比丘能随缘为他解说佛陀的教法。优婆居提向比丘提出了一个切身的问题：我该如何入门，开始真正的修行呢？比丘微笑着回应，修行的关键在于照顾好你的内心，当你的心念达到善良、慈爱与平静时，那便是修行了。优婆居提不解地问，心念既无影又无形，我该如何去照顾它，又如何区分它的好坏呢？比丘耐心地解答，你可以尝试用黑豆和白豆来试验心中的善念与恶念。每当你升起善念时，就放下一颗白豆；每当你升起恶念时，就放下一颗黑豆。黑豆减少，白豆增加，就表示善念提高了；反之，则表示恶念增多，烦恼增多了。优婆居提采纳了比丘的建议，将他的店铺变为了修行的道场。他用心关照自己心念的起落，每当有客人光临，他就升起欢喜心，热情地招待客人，让客人感到愉悦后，他就放一粒白豆，遇到较劲的客人，使得他心生厌恶与嗔恨时，他就放一粒黑豆。一天下来，若是黑豆比白豆的数量多，他就激励自己要好好用心，日复一日。他通过白豆与黑豆的数量变化，逐渐觉察到自己心念的转变。随着每天白豆数量的增多，黑豆数量的减少，优婆居提的心念就开始平定下来。渐渐的，黑豆甚至完全消失了。这个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修行法门：善护念。在佛家修行的道路上，追求大彻大悟的修行者们都深知一个核心方法：四念处，即念身、念手、念心、念法。其中念心尤为关键，因为随时念及此心，觉察每一个念头的升起与消逝，便是所谓的善护念。我们的身心，尤其是心念，是修行过程中必须着重关注的。念及此身，
我们深知它无常，念及此心，我们明白思想是生灭的，每一刻都在变化，一个念头刚刚浮现，转瞬之间便已消失。试图追逐这瞬息万变的念头，将其视为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，是错误的。善护念一词源于《金刚经》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在这里，善护念的意思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思想。心念即意念。什么叫念？一呼一吸之间叫做一念。照佛学的解释，人的一念就有84000烦恼。烦恼不一定是痛苦，但是心里很烦。譬如有人坐在这里，尽管《金刚经》拿在手上，也在护念。他护一个什么念呢？一个烦恼之念。不高兴，自己也讲不出来为什么不高兴，连自己都不知道，医生也看不出来。这就是人生的经历，经常都在烦恼之中。人的心念，一念之间包含了84000的烦恼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解脱了这样的烦恼，空掉一念就成佛了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但是在行为上要护念，要随时照顾这个念头。善护念是一切修行的起步，也是一切佛的成功和圆满。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《金刚经》的一只金刚眼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正眼。正法掩藏，真正的修行，不管在家出家，只有3个字：善护念。金刚经在说大般若的修持，这个般若不是纯粹的般若，它讲的是般若的体，就是道体，即见到肢体的修行方法。开始先告诉我们如何是修戒的般若，就是善护念这个要点。由开始发心修行到最后的成佛，就是靠善护念。那么究竟善护什么念呢？无助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无助就是定，善护念就是戒。金刚经的般若本身就是慧，这是拿戒定慧的道理。来说明金刚经的本身，般若法门就是如此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善护此念就是持戒。金刚经又说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人。怎么样叫人？这个人在佛法修持里是一个大境界。经云：一念初起，无有初相，是真护念。所以南怀瑾先生在《金刚经》说什么中写道，不管儒家、佛家、道家以及其他一切的宗教，人类一切的修养方法都是这3个字：善护念。好好照应你的心念，起心动念都要好好照应你自己的思想。如果你的心念坏了，只想修成功，有了神通，手一伸，银行支票就来了。或是有些年轻人想的神通，就看见佛菩萨了。将来到月球不要定位子，因为一跳就上去了。用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来学佛打坐是错误的。你看佛多么平淡，穿衣服、洗澡、打坐，很平常，绝不是幻想，绝不乱来，也不带一点宗教的气息。
然后教我们修养的重点就是善护念，起心动念要处处看清楚，能清楚自己的起心动念，84000法门就是这句话。善护念，护念到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护念到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是名如来，才是善护念。所以经上说一念初起，无有初相，念头一起就像水上的泡沫一样，随起随空，是真护念。这样就解了真护念，也是真无心。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，修行方面有4句话，大家一般不注意：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外息诸缘，放下外面的一切，随时如此。内心无喘，为什么用这个喘字？喘气我们普通认为是呼吸，内心静止了，呼吸也住了，心气一住了，念也住在息的境界上，一切杂念妄想都住了，就是内心无喘。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的善护念。心如墙壁，不是得了心脏病狭心症，是内外隔绝了，外面环境再吵再乱没有关系，自己内心依然清净，所以心如墙壁就隔离了。心出家了，那才是真出家，永远照顾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动坏念头，乃至不动念，意念如如不动。所以都说《金刚经》的精华就在善护念3个字。善护念也是普通人的超能力。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，我们时常面临各种挑战和变数，如何保持高效、从容的心态？答案也在于善护念。我们的大脑有意识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，更多念头都是自动发生。你遇到个同事跟你抱怨，没一会儿你也不知不觉开始抱怨，或者你去看行为经济学之类的书，研究人的行为，会发现我们的念头和行为是很容易被触发的。你的起心动念如果不加守护，很容易被环境带着跑。善护念便是学会守护自己的心念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善护念的高手，他们敬畏心念的力量，相信心念的力量，纯粹自己的心念，守护自己的心念。他们能够精神自律，即使在一个人独处时也能自觉慎独，严格规范自己的精神活动。他们心生敬畏，如履薄冰，小心谨慎，每一个念头都认真完成。他们在敬畏天道的同时，积极自己的意识，懂得主动运用宇宙赋予的这种高级灵性去改运，在顺天应时的前提下，去拓展链接更多的机缘，在精神的世界里呈现更多的惊喜与可能。他们内心光明，身心归位，以终为始，让意念回归原本灵明通透的轨道，自动自发凝聚光明，接轨广阔，导向生命的觉醒。善护念你就能情绪稳定，内心平静。不能善护念就会情绪烦恼丛生，
善护念你就能通达内在高维权威宇宙意识能量的自己，不能善护念就会一直在三维生活的外向上打转。我们的念头和各种想法就是我们内在意识能量频率的波动，能量波又有不同的频率，越是低频的能量波动，我们越是不断的去叠加它，越是让我们感到不舒服，负面情绪就升起来了。比如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出不来，总是想着他说的那句话，或者做的那件事如何的对不起我，不停的想，就是不停的在叠加能量波动，越想心越窄，越想越生气。这是执念和住相，住在外向上出不来，把自己障碍在三维空间有限的能量频率上了，让自己不自由，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牢笼，把自己又锁里边了。生活中住各种的外向，追求各种的权、钱、名、利、情、色的外向，就是把自己锁在三维空间这个监狱里边了。可是我们本来的意识能量是通达内在高维权威宇宙无限自由自在的，本来可以像庄子的逍遥游，大鹏展翅，扶摇直上9万里的感觉的。我们要善护念，护持住自己的心念，不要去胡思乱想，不要不停地去想，我们的内心就是平静自由没有障碍的，我们就能回归内在高维权威宇宙，心量越来越大，内心越来越自在。执念它就一定会住相，在权威宇宙的各个维层，我们都有可能会产生执念，一执念就会产生偏执，我们心里就会不舒服，就会升起情绪和烦恼。不去护持心念，胡思乱想，我们意识能量的频率就在三维和低维的低频能量上打转，就会难受。难受也正是内在高维宇宙在和我们对话，告诉我们执念住相就会有烦恼，就会有痛苦，不舒服会难受，宇宙就这样让我们去觉返，向内看自己，返回到平静的自己的状态，善护念，我们就可以回归本来的平静了，我们的意识能量就会回归通达内在高维权威宇宙的无限自由自在。所以保持情绪稳定，回归内心本有的平静，从善护念做起。道德就是生产力，九子离火是心理时代，能量转换的关键时期，会筛选出那些真正有心有德之人。无论外在如何诱惑，不管别人如何追求，未来3到5年内，你最重要的人生任务就是从心出发，尊道重德，管好你的意念，修好你的德性。物质时代结束，精神时代开启，衡量标准不只是物质，更多的是心量、愿力、创造与奉献。那些重视无、专注修心修德的人，因为意识格局与能量维度的升级，会脱颖而出，成为时代最终的赢家。大道至简，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，无论是修身还是修德，无论是脱胎换骨还是和光同尘，人类一切修行智慧的核心就是善护念，护善念，
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，一切都是能量。现代物理科学与量子理论的科学研究表明，万事万物都是震动着的能量。人类的身体、意识本质上也是能量，起心动念即是行，知行合一。在能量层面上，在一定意义上，你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次意念活动，每一段精神演绎，都是生命能量的流动与呈现，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生事件。在开悟觉醒者的世界里，意念就是能量，意念就是磁场，意念就是自己的资源保护，意念就是自己的生机源泉。他们敬畏意念的力量，相信意念的力量，如同珍惜生命一样，珍惜自己宝贵的意念力量。意念具有全息性，意念具有选择性。你的意念与哪个层次的东西相结合，就会表达呈现出什么层次的能量与价值。你每天所想的会进入你的生活，成为你的命运。意念光明，则一切光明。善护念，就是让意念步入大道正道，让一切光明的东西充斥自己，通透自己，让自己的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光明。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善护念呢？又该如何做到善护念呢？善护念就是精神归位，精神就要做精神的事，精神就要在精神领域开疆拓土，不要用任何有形粗糙的物质限制定义自己的意识与灵魂。精神就是要归于灵魂本位，归于使命价值，归于精神创造，归于服务奉献。而善护念就是链接高维，超越三维空间的束缚与禁锢，直接意识升维，让自己的意念直接与高维智慧与能量接轨，在高维层面上开始呈现自己。超越就是拥有，不走弯路的把自己的精气神全部集中到生命开悟觉醒上。善护念就是当下内观，活在当下，活在此时此刻，念其即觉，念其即察，时刻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觉察自己的情绪、能量状态，把自己抽离出来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清明的观察者、觉知者，看着自己的身口意自觉表达。善护念就是净化归零，定期的清理自己，净化自己，让自己的身体与灵魂不断的去归零，去接近生命本来清净无染的自性状态。在灵的状态中，意识虚灵宁静，能够呈现万事万物的本质，能够包容一切的发生。善护念就是唯精唯一，对自己意念最好的爱护，就意识聚焦，把自己的意念能量都集聚到一件事上，尤其是自己热爱或体现个人天赋的事情上，远离一切内耗，身心合一，心神合一，唯精唯一地进行最高品质的精神生产。善护念就是无我利他，万物一体，把自己的此生价值定位定在敬天爱人上，定在全然的服务奉献上，定在无私的智慧开启上。
对自己的意念要求光明正大，要求精益求精，用诚意满满的产品、技术、服务去利益众生。7. 善护念就是精神慎独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是大庭广众之下，还是一个人独处，都能严格规范自己的意念活动，让自己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干净纯粹，以先贤圣者的境界照亮自己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修炼身心能量场。综上来看，善护念3个字就包括了所有人生修养和道德成就的方法。每个人都要善护念，不忘初心，念念为善。人生的成功失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尽己意，善护念。愿你时刻关照好自己的念头，把心安住在喜悦、平静、富足、专注的当下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2024诚意与你一起同频共振，时正时修，于红尘炼心中脱胎换骨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